第一，每天给自己使用紫罗兰火焰留出一定的时间。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呼请紫罗兰火焰，比如在车中、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睡觉之前。事实上，只要当你感觉到紧张、疲倦或者烦躁的时候，使用紫罗兰火焰就会感觉到有所不同。不过，如果你每天留出至少15分钟的时间来使用紫罗兰火焰，那么紫罗兰火焰会给你带来最大化的效益。最好是在家中专门进行灵性工作的地方来使用紫罗兰火焰，比如一间光线充足、干净而且通风的房间。阴暗的光线、灰尘和不干净的地方会阻碍灵性能量的流动。在你的圣坛之上，你可以放置蜡烛、水晶、鲜花以及圣人的照片，比如扬升大师和你所敬重的人等等。第二，以一段祈请开始使用紫罗兰火焰。在你开始使用紫罗兰火焰之前，做出祈请或者请求，呼请扬升大师、天使还有元素精灵前来帮助你。元素精灵是自然界中的水、火、土、风4大元素，它们负责照顾我们的地球。代表火元素的被称为火精灵，代表风元素的是空气精灵，代表水元素的是水精灵，代表土元素的是土精灵。他们会非常开心地帮助我们使用紫罗兰火焰，清理我们的能量场以及地球的能量场。第三，在使用紫罗兰火焰之前，呼请保护。扬升大师的教导是，当你祈请并将更多的光带入你的能量场中时，黑暗就会被它吸引，就像吸铁石一样。因此，你需要用白色和蓝色的保护能量来保护自己的能量场。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祈请大天使麦克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道能量光柱。每天早上去这样对光柱做出预令，在一天之中根据需要来重复它。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观想你的我是临在，也就是你的神之临在，发出闪耀的白光，在你的周围形成一道无懈可击的光墙。当你向大天使麦克祈请的时候，祈请词可以非常的简单，比如大天使麦克，请帮助我，请帮助我，请帮助我。作为护持第一道圣光的大天使，大天使麦克代表了神之信念、保护、完善还有意志。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大天使麦克亲自救了我几十次，可能还有上千次是我不知道的。因此，当你带着喜悦和热情来进行祈请的时候，当你呼请大天使麦克和他的天使军团时，要知道他们会立刻在你身边。第四，给你的紫罗兰火焰谕令加一段开场白。开场白至于谕令，就像一段邀请词，我们有爱地向护持紫罗兰火焰的存有、扬升大师和天使寻求帮助和指引。我们通常这样开始我们的谕令：以我内在伟大的我是临在、神之临在之名，以我自己挚爱的神圣基督自我之名。在这里可以加入你最喜欢的扬升大师。我们跟他们的连接是通过我们的我是临在和神圣的基督自我之名
进行的。我是临在，是我们永久的、完美的神之临在。神圣的基督自我是我们的高我，我们内在的导师，开启我们跟灵魂的连接，并且指引我们的灵魂回归与神结合的道路上。你可以使用以下这段开场白：以我内在的伟大的我是临在，神之临在之名，以我自己挚爱的神圣基督自我之名，我呼请尊敬的圣哲曼大师以及第7道光的守护天使，我在此呼请你们。我在此要求我的呼请成倍的增加，并且帮助这个地球上所有需要帮助的灵魂。我感谢你们，我接受它按照神的意志在此刻全力的完成。第5，一开始要缓慢地说出这些祈请，然后当你使用越来越多的时候，速度可以加快。当你第一次使用这个谕令的时候，你会想缓慢的而且有意识的去重复它，赋予每个词对神的爱。缓慢地说出谕令会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当你逐渐地提高速度，并且有意识地提高语调时，会有不同的力量出现。当你提高谕令的语速时，你会发现它们在提高你的频率方面非常有效。不过这种速度的增加不应该刻意的进行，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发生，谕令会自己加速。第6，使用观想来帮助你的灵性成长。大多数人用肉眼看不到紫罗兰火焰，但是当你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双眉之间的能量中心时，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内在的眼睛观察到紫罗兰火焰在运作。对于那些有灵性视力的人来说，紫罗兰火焰看起来像火，颜色从靛蓝色、亮紫色到紫粉色不等。有时候你也会看见紫罗兰火焰燃烧业力的碎片。有些时候观想这些业力碎片像大块的木头或者是大块的物质从你的能量场中脱落开来，并且在火焰当中噼啪作响，会更加有帮助。观想它们翻滚弹跳着，然后在白烟之中消失。一旦你记住了这些紫罗兰火焰的谕令，你就可以闭上眼睛进行这些观想。紫罗兰火焰光柱，观想自己被紫罗兰火焰光柱包围着，它高大约9米，宽度大约2米，它从你的脚下延伸到你的头部。观想紫罗兰火焰栩栩如生，如同你在看电影一样。观想紫罗兰火焰在你的周围升起，并以不同深浅的紫色、粉色起舞着，跳动着。在这道紫罗兰火焰的周围，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光柱，一个更大的白色光柱，保护和封锁着紫罗兰火焰。当你在使用谕令的时候，以及在这一天之中，在头脑当中保持这种观想。每次当你想到它的时候，你都会对这种场景进行强化。第7，每天使用紫罗兰火焰。使用谕令的最佳时间之一就是清晨，你会发现这一天会过得更加平顺。你可以提出一个具体的要求，让它转化你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心智层面、情绪层面
或者是身体层面的问题。你也可以使用紫罗兰火焰来帮助转化你与朋友或者所爱之人之间的关系。第8，使用紫罗兰火焰清理前世的痕迹。当你使用紫罗兰火焰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回忆起前世的记忆。回忆起前世的记忆并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当你意识到它的时候，那一世的业力，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就会开始浮出水面。负面的业力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当你打开它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去做些事情，花些时间去服务他人。每天呼请紫罗兰火焰天使来转化业力碎片，可能需要最少6个月持续呼请的时间来平衡一世的业力。这确实是圣哲曼大师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当你开始使用紫罗兰火焰的时候，前世的画面可能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之中。你可能会看到自己在很久之前的样子，或者你可能只是觉得你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地点。如果这些记忆是痛苦的，它们通常是因为你的灵魂在呼唤解决方案。你可能感到悲伤或者后悔，但是你也会感觉到解脱，因为你知道，当你使用紫罗兰火焰谕令的时候，你正在改变你过去的业力记录。当你意识到这些记忆的时候，不要试图压制它们，相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心中的光上，观想这些记忆被紫罗兰颜色的火焰浸透，直到画面消失，然后放下记忆，让明亮的白色太阳光芒代替它在你脑海中的影像。重要的是，不要为前世的负面记录感到负担。我们过去都犯过错误，否则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要原谅自己，继续前进，感恩自己在这里，并且有机会去使用紫罗兰火焰抹除那些记录。一旦你开始，就要继续前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次你使用紫罗兰火焰来转化前世记录的时候，你都会获得灵魂解放的新感觉。渐渐的，你会意识到你在掌控你灵魂的命运。第9，拓展你的祈请范围，包括清理你的家、你所在的环境以及地球。当你练习引导紫罗兰火焰来帮助他人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把你的气场想象成一个紫罗兰火焰的喷泉，你遇到的所有人都可以前来饮用。提醒自己，始终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紫罗兰火焰的服务。紫罗兰火焰不仅可以消融自己的业力，还可以消融诸如战争或者累积的不公之类的团体或者行星的业力。人们在使用紫罗兰火焰谕令会有不同的体验，有些人需要认真的练习几个月才能确认这些谕令真的在发挥作用，还有一些人刚刚开始使用就得到出人意料的结果。你可以与自己的高我交流，制定出自己特定的使用紫罗兰火焰的步骤。你可以把紫罗兰火焰加入到日常祈请或者冥想之中，不论它们是什么。
我希望你会获得这种喜悦，成为全世界成千上万人之中用这种神奇的火焰转化他们生活中的一员。这是神给予宇宙的最高等的礼物。